晚上，插队女知青悄悄来到农民老乡的家里，钻进了小伙子李江的屋内。李江刚刚躺下，还没睡着呢，黑灯瞎火的，被这突然而至的不速之客给吓了一大跳。谁？你是谁？李江，你别害怕，我是赵月荣，我遇上大麻烦了，所以来你这儿过夜。什么？这怎么能行呢？你应该睡在大队部给你的宿舍，跑到我家来过夜。你让我去哪里睡呀？对呀，李江问的有道理。这位插队女知青赵月荣今年19岁了，因为全村的知识青年当中就只有她一个女的，所以大队部的苟红日苟书记专门让把大队部的房间腾出来一个小屋，给赵月荣当宿舍。屋子被妇女队长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现在，这位来自大城市、漂亮的女知识青年赵月荣，有那么好的屋子你不睡，跑到我家来过夜。且不说我这土炕有多硬，就说这房子连个正经屋门都没有，只是用一块木板挡住了门口，透风冒气，到冬天就甭提有多冷了。李江，我真的是遇上大麻烦了，只有你能帮我，你就留我住下吧。什么麻烦？是生病了还是劳动太累？要是生病的话，我可以帮你去请医生；要是劳动太累，我明天可以帮你多干些活。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你睡我家呀，传说出去会被人给骂死的。李江本想大声呵斥赵月荣几句，可是爹娘就住在隔壁，他怕吵醒了两位老人，那样就更麻烦了。所以李江只好小声的劝说，让赵月荣自己离开也就得了。赵月荣呢，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反而在黑暗中摸索着坐到了炕沿上。李江，我既没有生病，也不是干活怕累，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呢？大队书记苟红日最近几天几乎天天半夜到插队女知青赵月荣的宿舍外边，隔着窗户喊赵月荣开门。赵月荣被吓得浑身打哆嗦，只能是插好门栓，用木棍顶住窗户。苟红日这个家伙今年都快50岁了，在人前人模狗样的，在人后是干尽了坏事。可他也不敢声音太大，说直接砸门进屋来硬的，那样会引来周围的群众，他也不好收拾。李江听赵月荣说完之后可气坏了，好啊，这老东西，看我明天不揍瘪他。别，李江，你可别惹他，要是真想帮我啊，你就让我在你家躲几个晚上，时间一长，那苟书记撬不开我的宿舍门，估计也就死心了，咱们何必惹事儿呢？李江今年20岁，血气方刚，要说他真是想拳打脚踢，狠狠地教训那苟书记一顿。可是看赵月荣一再阻拦，他也就暂时按下了这口气。于是当晚，赵月荣便睡在了李江这土炕的另一头。到第二天一大早，天似亮非亮的时候，赵月荣就起了床，跑回大队部自己的宿舍。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只要是天一黑，赵月荣就插好门栓，然后从宿舍窗户跳出来，趁着夜色偷偷溜进李江的屋里，睡到早上东方一发白，还回到大队部自己的宿舍。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女知青赵月荣和青年农民李江每天在生产队上一起劳动，相互的印象就挺好的，只是谁也没有往男女朋友、谈恋爱、搞对象那方面想过。现在虽是天天睡在同一个大土炕上，那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反正土炕很大，他俩一人一头，各不影响，是互不侵犯。
忽然有一天晚上，两个人都似睡着还没睡着呢，就听到屋子角落里有吱吱咯咯的声音。赵月荣唰的一下子头皮一阵发麻，他困意全无了，不由自主把被子蒙过头顶，紧紧包裹住了全身。这时候李江也被吵醒了。别害怕，一定是耗子在找玉米。话音刚落，两只老鼠打起架来了，吱吱吱一阵高声惨叫。赵月荣被吓得妈呀一声，就钻进了另一边的被窝。天很快就亮了，赵月荣第一次睡过了头，顶着太阳光，绕小路走回了大队部的单人宿舍。他推说身体不舒服，请了一天的病假，没有去上工干农活。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江、赵月荣两个人是既幸福又害怕，既快乐又担心，怀着无比复杂的情绪，在甜蜜与忧虑之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单说这一天，赵月荣一把拉住了李江的大手。李江，我的亲戚都过了半个多月了，该来他还没来，怕是我怀孕了吧？于是第二天，两个人各自找理由请了假，在村口会合之后，李江背着赵月荣爬了10几里的山路，到镇子上的卫生院做了一个检查，果然是怀孕了。回来的路上，赵月荣伏在李江的后背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李江，你说该怎么办呀？我爸妈远在上海，要是这事儿让他们知道了，估计能打死我。李江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以及沉甸甸的责任，好像背后背着的赵月荣比去的时候重了不少。月荣，我看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咱俩尽快结婚，不知道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赵月荣仰头看了看蓝天，又低下头看着李江的头顶。李江的头发乌黑发亮，正中间有一个大大的旋儿。赵月荣忍不住用手抚摸着这个发旋儿。李江，我听你的，要是结了婚，咱就合法了，只是不知道你的父母会不会同意。放心吧，他们一定会同意的，高兴还来不及呢。说到这儿，李江的心头轻松了许多，感觉到赵月荣的身体也不像刚才那么沉了，于是他加快脚步，居然还哼起了小曲儿，脑海里已经像是放电影一样，充满了婚后两个人幸福生活的景象。可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刚一进村，一群红卫兵就把他俩给包围了，不容分说，推推搡搡，把李江和赵月荣带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苟红日把旱烟袋往那缺角的办公桌上一摔，啪！老实交代交代吧，你们这两个反革命的贼种是怎么样搞破鞋的啊？李江、赵月荣一看就明白了，这苟红日是要陷害他们俩，一点没错。大队书记苟红日察觉到了女知青赵月荣为了躲避自己，天天都跑到李江家里去，于是他今天抓住时机，以搞破鞋的罪名将李江和赵月荣打成了坏分子，包括李江的父母在内也跟着一起天天在大会上批斗。李江一看这可不行，再这样下去，月荣非得被整死不可，那岂不是一尸两命？于是李江就偷偷让赵月荣给他在上海的爸妈写了一封信。女知青赵月荣的父亲赵党忠，解放前是一位地下工作者，现在是被定成了历史反革命。接到女儿的来信之后，他马上行动，半夜进村找到了女儿赵月荣。赵党忠和李江两个人轮流背着赵月荣跑出了村庄，一直走到县城，上了火车，
李江与赵氏父女这才挥手洒泪告别。李江边哭边走回家去了。又过了没几天，李江的父母因为身体本就不好，又经过这段时间的被批斗，双双病倒在床，很快就先后去世了。大队书记苟洪日还想要批斗李江，被李江一跃而起，一脚踹了个仰面朝天。众红卫兵一哄而上，李江寡不敌众，被打得几乎是体无完肤，在炕上躺了半个多月。终于10年的动荡结束了，李江分到了几亩农田，独自耕种，自力更生。有人给他说媳妇，让他去相亲，李江总是摇摇头，俺有媳妇，俺媳妇在上海嘞。李江凑够了路费，坐着火车来到上海，按照当初赵月荣留的地址找到了，一看是一家陌生人，说是赵党中一家人早就搬走了，至于搬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在大街上乱逛了好多天，李江绝望了。天哪，这么大的上海，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媳妇月容啊？最后实在是身无分文了，李江沿路讨饭，走回了老家。从此李江是白天种地，晚上在家看书睡觉，打发着无聊的时光，把对爱人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只是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祝福赵月荣，希望他和孩子能够过得幸福快乐。原来那个大队书记苟洪日，全村第一家就他买了一辆电驴子，就是摩托车，骑着上山，掉下山崖，胳膊腿还有脑袋瓜子都摔分了家了，死得很惨。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一晃就是20多年。李江从一个青年变成了老汉。忽然有一天，李老汉正在农田里除草，地头上走来了一位漂亮的城里姑娘。问明了身份，这姑娘是跪下就叫爸爸。李江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等姑娘说完了一番话之后，他可就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管是在地头上还是哪儿了，是放声痛哭。没错，您猜对了，来找李江老汉的这位城里姑娘，就是他的女儿，名叫赵露露。当年的女知青赵月荣被父亲赵党中从农村接回上海之后，挺着大肚子嫁给了老实忠厚的工人吴吉，生下了女儿赵露露。后来又给赵露露生了一个弟弟。赵月荣的父亲赵党中呢，冤案也被平反了，官复原职，搬了家。所以当初李江去上海的时候扑了个空。前不久，赵月荣病重临终之前，才把女儿的身世告诉了赵露露。孩子，原谅妈妈，现在才说出你的真实身世。妈只求你一件事儿，到农村去，找到你的亲生父亲李江，替妈妈向他说一声对不起。说完之后，赵月荣含着眼泪离开了人世。女儿赵露露要把父亲李江老汉接到上海去生活，李江不肯，于是赵露露就干脆搬到了农村，改姓李，叫李露露了，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她要陪着李江老汉，守护老父亲的晚年。